知道吗？一个女人这辈子是富贵还是贫贱，往往就藏在她的嘴里。我研究易经这么多年，看过太多的例子。有些女人明明八字不错，命格也好，偏偏一辈子过得磕磕绊绊，不是婚姻出问题，就是事业总有小人。你去仔细观察，10个里面有8个都败在了一张嘴上。古人讲祸从口出，这4个字绝不是随便说说的。易经系辞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吉人之辞寡，躁人之辞多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有福气的人话少，浮躁的人话多。注意看，这不是在讲性格，这是在讲命运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这个道理可能会颠覆你过去对情商的理解。很多人以为情商高就是会说话，能把死的说成活的，把黑的说成白的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错了，大错特错。真正的高情商不是会说，而是懂得不说。你要是把这个道理参透了，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。我今天要讲的这3件事，是高情商的女人打死都不会说的。你听完之后回去对照一下自己，看看你过去犯了多少这样的错误，又因此失去了多少本该属于你的福气。我们先来看易经的乾卦和坤卦。乾为天，坤为地。天的特点是什么？刚健、运动、向上。地的特点是什么？柔顺、包容、承载。男人属乾，女人属坤。这不是说女人就比男人低，恰恰相反。坤卦的力量是深不可测的。坤卦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爻辞，叫含章可贞。这4个字是天底下所有女人都应该刻在心里的。什么叫含章？章是文采，是才华，是你的资本，你的底牌。含是什么？是含在里面不显露出来。可真是说这样做才是正道，才能守得住。你看，易经在3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，女人的智慧不在于显露，而在于收藏。你有本事不用到处说，你有钱不用到处显，你有背景不用到处宣。真正厉害的女人，永远让人猜不透她的底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搞反了，动不动就要展示自己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。你以为你在展示实力，实际上你在暴露弱点。你以为你在赢得尊重，实际上你在招来嫉妒。你以为你在拓展人脉，实际上你在给自己埋下祸根。命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叫财不露白，这个白不是白色的白，是明白的白，是显白暴露的意思。为什么财不能露？因为一露就会破财气，这个气喜长不喜显，你越长它越聚，你越显它越散。我跟你讲一个我亲眼见过的事情。很多年前有一个做生意的女老板，40多岁，企业做得相当成功。按说她的八字里面财星很旺，又有应寿来护，本来是可以大富大贵的命格。可是你知道她后来怎么样吗？企业垮了，老公跑了，自己还欠了一屁股债。我后来了解了一下，她这个人有个毛病，就是太喜欢说了。赚了多少钱要说，买了什么房要说，给孩子存了多少教育基金要说，连自己账户里有多少存款都要说。一开始是跟闺蜜说，后来是跟同事说，再后来是跟合作伙伴说，最后是跟所有人说。你猜结果是什么？闺蜜变成了敌人，因为嫉妒；同事变成了对手，因为眼红；合作伙伴变成了骗子，因为知道她有钱。最后连她老公变了心，因为觉得反正老婆有钱，自己在外面养个小的也无所谓。她的财运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她自己说漏的。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偶然，在命理学上，
一个人的财运跟他的口舌是直接相关的。八字里面有一种格局叫食神生财。食神是什么？食神就是你的表达，你的言语，你的才华的外显。食神生财本来是好的，但是如果食神太过、太旺、太入，反而会泄掉财气。道理很简单，你的底牌入得越多，别人算计你就越容易。你自己把自己的底都掀开给人看了，人家不算计你，算计谁？再从风水的角度来讲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藏风聚气。什么是好风水？能藏得住气的就是好风水。山环水抱，气聚不散，这样的地方才能出人才，发大财。人也是一样，你要想有福气，首先要能藏得住。你的经济状况是你的气，你的家庭背景是你的气，你的人脉资源是你的气，你的弱点软肋也是你的气。这些气你要是藏不住，一股脑全说出去了。你的福气就像那个漏风的房子一样，进来多少漏多少，永远存不住。有些女人说我就是性格直，藏不住话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性格直，这是没智慧。易经里面讲君子以慎言语，慎是什么？慎是谨慎，是小心，是三思而后言。你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，你怎么管得住你的命？那么具体哪些底牌是绝对不能说的呢？我给你们列一列。第一，你的真实经济状况不能说，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钱都不要说。有钱遭嫉妒，没钱遭轻视。你说你有1000万，人家会想办法从你身上弄走100万。你说你只有1万块，人家连正眼都不会看你一眼。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让人猜，让人既不知道你很有钱，也不知道你很没钱，这样你才有回旋的余地。第二，你的家庭背景不能说你家是做什么的，你父母是什么人，你公公婆婆有什么本事，这些都不要到处讲。说得好听点，这叫低调；说得实在点，这是在保护自己。你把底都交代清楚了，人家就知道该怎么对付你了。第三，你的软肋不能说，每个人都有软肋，可能是你的健康问题，可能是你的情感经历，可能是你的某个亲人，可能是你的某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这些东西只能烂在自己肚子。你今天跟人说了，指不定哪天就变成了攻击你的武器。第四，你的计划不能说，你准备做什么生意，你准备跳槽去哪家公司，你准备把孩子送到哪里读书，你准备在哪里买房子，这些通通不要说。计划这种东西最怕的就是说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事情还没成，你一说就有人来搅和，来破坏，来跟你抢。八字里面讲的枭神夺食，很多时候就是你自己说出来招来的。第五，你真实的想法不能说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你对某件事的判断是什么，你对某个人的看法是什么，这些都要藏在心里。表面上要云淡风轻，内心里要清清楚楚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城府。很多人一听到城府就觉得是贬义词，不对，城府是智慧，是自我保护，是易经里面教的含章可贞。好，我们讲完了第一个，不说自己的底牌。现在来讲第二个，不接他人的软肋。这一点在易经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卦来讲，就是履卦。履卦的卦象是上面是天，下面是泽，叫做天泽履。履是什么意思？履是脚踩的意思，是走路的意思。这个卦的卦辞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叫履虎尾不尾人。哼，什么意思？踩着老虎的尾巴走路，老虎没有回头咬人，这样才能亨通。
你想想看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你踩了老虎的尾巴，相当于你碰了别人的痛处，揭了别人的伤疤。正常情况下，老虎是要回头咬你，人是要报复你的。那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被咬呢？是因为你的态度对，你的分寸对，你知道进退。但是问题在于，大多数人把握不住这个分寸。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根本就不要去踩那个老虎尾巴，根本就不要去揭别人的软肋。你避开了，就不存在会不会被咬的问题了。我们很多人，特别是女人，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，就是喜欢议论人。今天说张三家的儿子成绩不好，明天说李四的老公在外面有人，后天说王五长得太丑找不到对象。说的时候觉得特别痛快，特别有优越感，殊不知这些话每一句都在给自己种祸根。命理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口业。什么是口业？就是用嘴巴造的业。业这个字在佛家讲是因果的因，你种了什么因，将来就会得什么。你今天揭了别人的软肋，伤害了别人的自尊，将来一定会有人这样对你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能量守恒的道理。我在看八字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一种格局叫伤官见官。伤官是什么？伤官是说话伤人的那颗心。官是什么？官是管理的人，是权威，是规矩，也代表你的丈夫。伤官见官就是你的言语冒犯了该冒犯的人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伤官见官的女人往往婚姻不顺，为什么？因为她管不住自己的嘴，老是说伤人的话。跟老公吵架的时候，什么难听说什么，揭短的揭短，骂人的骂人，把对方的自尊踩在脚底下碾。你说这样的婚姻能好吗？我见过一个女人，就是典型的伤官太旺。她长得漂亮，能力也强，按说是不愁嫁的，可是她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找一个黄一个，找一个黄一个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太喜欢评价别人，看人家长得矮她要说，看人家赚得少她要说，看人家学历低她要说，看人家家境差她要说，说完了还要加一句，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，实话实说。你觉得你是实话实说，人家觉得你是尖酸刻薄；你觉得你是心直口快，人家觉得你是缺乏教养。你揭了人家的短，人家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。这段关系还怎么维持？风水学上讲究气场，每个人身上都有气场。你说好话的时候，你散发的是正能量，吸引来的也是正能量。你说伤人话的时候，你散发的是负能量，吸引来的也是负能量。你老是揭人短处，戳人痛处，你身边的气场就会变得浑浊，你的运势就会受到影响。你看那些命好的女人，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口德好。什么叫口德好？就是不说伤人的话，揭人的仇，不嘲笑人的缺陷，不传播人的隐私。这样的女人，即便八字没有那么旺，她的人生也不会太差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积了口德，这个口德就是她的福报。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讲，一个人的嘴唇是很重要的。嘴唇厚实，棱角分明，常带微笑的女人，一般口德都好，一生都有贵人相助。相反，嘴唇薄削，嘴角下垂，说话带刺的女人，往往人缘不好，事业婚姻都容易有挫折。而且你要知道，面相是会变的，你年轻时候的长相是父母给的，叫先天之相；你中年以后的长相是自己修的，叫后天之相。
你一辈子修口德，积善行，你的面相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有福气。你一辈子说人是非皆人伤疤，你的面相会越来越刻薄，越来越没有福缘。告诉你们一个很简单的检验方法，你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的法令纹是什么样的。如果法令纹比较浅，嘴角是上扬，说明你的口德不错，你说话一般是让人舒服的。如果法令纹很深，嘴角是下垂的，说明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了。你平时说话是不是有点刻薄？是不是喜欢揭人的短？有人说我揭人的短也是为了他好啊，我是在提醒他，在帮助他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你自己骗自己。真的为人好，用不着揭人短处。真的为人好，你应该私下里委婉的提醒，而不是当着众人的面让人下不来台。易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时。什么是时？时就是时机，就是场合，就是分寸。同样一句话，在不同的时机、不同的场合说出来，效果完全不一样。你私下里说，人家可能感激你；你当众说，人家一定恨你。这就是时的重要性。所以高情商的女人不是不知道别人的短处，而是知道而不说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看破不说破，这叫知人不评人。这不是虚伪，这是修养，这不是城府，这是慈悲。我再讲一个历史上的例子。大家都知道长孙皇后，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，历史上出了名的贤后。长孙皇后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从来不说人是非，从来不揭人短处。即便是对她很不好的人，她也不在皇帝面前说人家的坏话。有一次唐太宗问他某某大臣怎么样，他回答说妾是后宫妇人，敢妄议朝政。唐太宗又问，那你觉得他人品如何？他回答说，臣妾只看到他的长处，看不到他的短处。唐太宗再问，那他有没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地方？他回答说，谁人无过，臣妾自己尚且有很多不足，怎敢评论他人？你看，这就是高情商。长孙皇后是不知道那些大臣的短处吗？她肯定知道。她是没有判断力吗？她肯定有，但是她就是不说。为什么不说？因为她懂得，但说了就会有人受伤，就会有人记恨，就会给自己埋下祸根。长孙皇后后来怎么样呢？她虽然只活了36岁，但是她死后，唐太宗思念她一辈子。他的儿子李治后来当了皇帝，他的家族长孙家也一直兴旺发达，这就是口德的福报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讲第三个不说，不随意传播谣言。这一点在易经里面对应的是中孚卦。中孚卦的卦象是上面是风，下面是泽，叫风泽中孚。中孚是什么意思？中是心中，孚是诚信，中孚就是心中诚实，言行一致，不说假话，不传谣言。中孚卦的卦辞说，豚鱼吉，利涉大川。利贞，豚是小猪，鱼是水里的鱼，都是很微小的东西。意思是说，你的诚信就像感化小猪小鱼一样，要能够感化到最细微的地方。你不仅大事上要诚实，小事上也要诚实。你不仅对重要的人要诚实，对不重要的人也要诚实。传播谣言是最大的不诚实，因为你传的那个话，你自己都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你怎么能说出去呢？你不确定的东西，你就不应该说，这是基本的做人道理。谣言这个东西，伤害人的力量是你想象不到的。你可能只是随口说了一句，觉得无所谓，
但是传到别人耳朵里，可能就变成了晴天霹雳。你可能只是觉得好玩，说了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，但是对当事人来说，可能就是灭顶之灾。我给你们讲一个我亲眼见过的事情。很多年以前，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姑娘，25、26岁，长得挺周正，家里条件也不错，按说是不愁嫁的，可是她就是一直没有对象。为什么？因为村子里传了一个谣言，说她身体有毛病，不能生孩子。这个谣言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有一次她去县城的医院做了一个检查，被一个邻居看到了。那个邻居自己也不知道她去检查什么，就自己瞎编，说她肯定是身体有问题，要不然怎么会去那种医院。结果这个话传着传着就变成了她不能生育。这个姑娘冤不冤？太冤了。她去医院只是做一个普通的体检，什么毛病都没有。但是谣言一旦传开了，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好几个本来有意的小伙子，一听说这个事情都打了退堂鼓。他后来找了好多年，一直到30多岁才嫁出去。那个造谣的邻居后来怎么样呢？我告诉你，报应不爽。没几年，他自己的女儿出事了。具体什么事情我就不说了。总之比那个谣言还难听，还是真的。你说这是不是因果？在命理学上，我们经常讲口业的报应。你用嘴巴造的业，最终还是会落到你自己身上。你传了别人的谣言，将来就会有人传你的谣言。你败坏了别人的名誉，将来你自己的名誉也会受损。这不是诅咒，这是天道。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余庆余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福报和灾祸。你积累的善行会给你的家庭带来福报，你积累的恶行会给你的家庭带来灾祸。传播谣言就是在积累恶行。我再从八字的角度给你们分析一下，为什么有些人就是爱传谣言，爱说是非呢？这跟八字是有关系。一般来说，八字里面劫财旺、伤官旺的人比较容易有这个毛病。劫财主争斗，主是非；伤官主言语，主表达。劫财、伤官都旺的人，特别喜欢说话，特别喜欢议论人，而且说出来的话往往带刺，容易伤人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个倾向，怎么办呢？要有意识的修。八字是先天的，改不了，但是行为是后天的，可以修。你知道自己劫财伤官旺，就要特别注意管住自己的嘴。别人说是非的时候，你不要参与；别人传谣言的时候，你不要帮腔。时间长了，你的运势自然就会好起来。从风水的角度来讲，谣言也是一种能量场。你传播谣言就是在散布负能量，这个负能量不仅会伤害别人，也会反噬到你自己身上。你的家里面会变得不安宁，你的工作中会遭遇小人，你的人际关系会变得紧张，这都是谣言的反噬。古人讲谣言止于智者，这句话说得特别好。什么叫智者？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，就是懂得分辨是非真假的人。谣言传到智者那里就会停下来，不会继续传播。为什么？因为智者知道传播谣言是造业，是害人害己，他不会做这种事情。高情商的女人要做谣言的终结者，而不是谣言的传播者。别人告诉你一个八卦，你听了就算了，不要传出去。别人跟你说某某人怎么样，你不要去添油加醋，管住了自己的嘴，就是在积德。你止住了一个谣言，就是在行善。告诉你们，口德这个东西是可以改运。我见过很多八字不太好的女人，就是靠修口德把命运给改过来了。怎么改的？
就是不说别人的是非，不传未经证实的消息，说话多说正面的、鼓励的、温暖的话。时间长了，他身边的气场变了，他的运势也就变了。反过来，我也见过很多八字本来不错的女人，就是因为口德太差，把好好的命给败掉了。怎么败？就是整天传是非，说人闲话，揭人短处，搬弄是非。时间长了，他身边没有朋友了，没有贵人了，到处都是敌人和小人。你说这样的命还能好吗？好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总结。高情商的女人懂得三不说：不说自己的底牌，不揭他人的软肋，不传播未经证实的谣言。这3条看起来简单，做起来不容易，需要你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需要你长年累月的修炼。不说自己的底牌，这是成熟，这是智慧。易经坤卦讲含章可贞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的底牌藏得越深，你的安全系数越高，你的底牌露得越多，你的风险越大。这是自我保护，也是命理上财不露白的道理。不揭他人的软肋，这是慈悲，这是修养。易经履卦讲履虎尾，就是告诫我们不要碰别人的痛处。你今天揭了人家的短，人家记在心里，迟早要还回来。你今天保全了人家的面子，人家感激在心里，将来会报答你。这是因果报应的道理。不传播谣言，这是诚信，这是口德。易经中孚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你不确定的事情不要说出口，你听到的八卦止于你这里，你做了谣言的终结者，你就积了口德，这个口德会转化成你的福报。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更深层次的道理。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。为什么把言语和饮食放在一起说呢？因为这2样东西都是从嘴巴进出的。饮食是进，言语是出。你吃什么决定你的身体健康，你说什么决定你的命运走向。管住你的嘴有2层含义，一层是管住你吃的东西，不要乱吃，身体才会健康。另一层是管住你说的话，不要乱说，命运才会顺遂。这2层你都做到了，你的人生就不会太差。我们中国人讲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这8个字是多少代人的智慧总结。你要是参透了这8个字，你就参透了人生大半的道理。很多人的病就是吃出来的，很多人的祸就是说出来的。你管住了嘴，就管住了一大半的命。情商不是天生的，是修出来的。你现在情商不高没关系，从今天开始修。怎么修？就从这3不说开始修。每次你想说自己的底牌的时候，忍住；每次你想揭别人短处的时候，忍住；每次你想传播谣言的时候，忍住。忍得多了就成习惯了，习惯养成了就成性格了，性格形成了就改命运了。易经讲变，天地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，你的命也是可以变的。八字是先天的，改不了，但是运势是后天，可以修。你修你的口德，修你的言行，修你的心性，你的运势就会越来越好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的道理。女人这一辈子富不富贵，幸不幸福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嘴。你会说话说对话，你的命就会往好的方向走。你不会说话说错话，你的命就会往坏的方向走。所以我说，管住你的嘴，就是在管住你的命。易经上说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你想要改变命运，就要靠自己的努力。没有人能帮你改命，只有你自己能帮自己。
从修口开始，从三不说开始，这就是你改变命运第一步。希望我说的这些话能对你有所启发。记住，高情商不是会说话，而是懂得不说。真正厉害的女人，不是嘴上有多厉害，而是心里有多明白。她们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知道什么时候说，什么时候不说，知道对什么人说，对什么人不说。这就是智慧，这就是修养，这就是命运的分水岭。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言多必失。这4个字出自鬼谷子，但是跟易经的道理是相通的。什么叫言多必失？就是话说的越多，失误就越多，漏洞就越多，麻烦就越多。你看那些真正有大智慧的人，哪一个是话多的？老子写《道德经》只有5000字，孔子讲话也是惜字如金，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也是点到为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懂得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的道理。真正的智慧不需要用太多的话来表，真正的力量往往藏在沉默之中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太浮躁了，人人都想表达，人人都想展示，人人都想证明自己。微信朋友圈每天发10几条，抖音快手每天刷几个小时，见到人就想说话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存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内心的空虚，这是能量的外泄，这是福报的流失。易经里面有一个卦叫艮卦，艮为山，山的特点是什么？静止、稳重、不动。艮卦的卦辞说：艮其背，不惑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见其人，无咎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像山一样静止，像山一样沉稳，不轻举妄动，不随意表达。这样做才能无咎，才能没有灾祸。你看那些命好的女人，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沉得住气。不管外面多热闹，他们心里都是安静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他们都能守住自己的嘴。这种定力不是1天2天练出来的，是长年累月修出来的。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讲，一个女人的嘴巴是非常重要的。嘴巴不仅关系到你的言语，还关系到你的福禄。古人看面相有一句话叫口为出纳官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嘴巴是管你的收入和支出的。这个收入支出不仅是物质上的，也是能量上的。你说好话就是在积累能量，你说坏话就是在消耗能量。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很多人不知道，你的嘴巴说出去的每一句话，都会在你的面相上留下痕迹。你长期说好话，说善话，你的嘴角会上扬，你的法令纹会变浅，你的整个面相会变得柔和，有福气。你长期说坏话，说恶话，你的嘴角会下垂，你的法令纹会变深，你的整个面相会变得刻薄，没有福缘。这不是我瞎说的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你的表情肌肉是有记忆的，你经常做什么表情，那个表情就会固定在你的脸上。你经常微笑，经常说温暖的话，你的脸就会定格在微笑的状态。你经常皱眉，经常说刻薄的话，你的脸就会定格在皱眉的状态。所以我说，你的面相就是你的心相，你的心相就是你的命相。你想要有好的面相，好的命相，就要从修口开始，从说好话开始。我再从八字命理的角度给你们深入分析一下。在八字里面有一颗星叫食神，还有一颗星叫伤官。这2颗星都跟言语表达有关系，但是性质完全不同。食神代表什么？食神代表温和表达，有分寸的言语，让人舒服的沟通。
食神旺的女人说话让人如沐春风，跟她们相处你会觉得很舒服，很放松。这样的女人人缘好，贵人多，一生都比较顺遂。伤官代表什么？伤官代表尖锐的表达，没有分寸的言语，让人不舒服的沟通。伤官旺的女人说话带刺，跟她们相处你会觉得很累，很压抑。这样的女人容易得罪人，容易招小人，一生都比较坎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的八字里面伤官很旺怎么办？是不是就没救了？不是的，八字是先天，但是你可以通过后天的修炼来化解。怎么化解？就是有意识的修口德，把伤官的能量转化成食神的能量。具体怎么做呢？第一，说话之前先想3秒钟，这句话该不该说？会不会伤人？有没有必要？第二，多说正面的话，鼓励的话，温暖的话，少说负面的话，打击的话，冰冷的话。第三，学会倾听，不要总是自己说，多听听别人怎么说。第四，遇到是非的时候保持沉默，参与评论不传播。你坚持这样做，时间长了，你的伤官就会被化解，你的运势就会改善。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，真的是很神奇。有些女人本来八字里面伤官见官，婚姻很不顺，但是她们通过修口德，硬是把婚姻给修好了。有些女人本来八字里面伤官夺食，事业很不顺，但是她们通过修口德，硬是把事业给做起来了。所以我说命运是可以改的，关键看你愿不愿意改，会不会改。修口德就是改命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方法。我们再从风水的角度来讲一讲。风水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气口。什么是气口？就是气进出的地方。房子的大门是气口，窗户是气口，你的嘴巴也是气口。房子的气口如果不好，比如说对着尖角、对着路冲、对着电线杆，这个房子的风水就不好，住在里面的人就会倒霉。同样的道理，你的嘴巴这个气口如果不好，老是说坏话、说是非、说谣言，你这个人的气场就不好，你的运势就会受影响。怎么让你的嘴巴这个气口变好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多说好话，多说善话，多说正能量的话。你说出去的每一句好话，都是在给你的气场加分。你说出去的每一句坏话，都是在给你的气场减分。我告诉你们一个风水上的秘密，你的家里如果经常吵架，经常说是非，经常传播负能量，你家的风水就会变差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负面的言语会形成一种负面的气场，这种气场会积累在你家的墙壁里、家具里、空气里，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到住在里面的每一个人。相反，你的家里如果经常说好话，经常说感恩的话，经常传播正能量，你家的风水就会变好。这些正面的言语会形成一种正面的气场，这种气场会滋养你家里的每一个人，让大家都变得更健康、更顺利、更幸福。所以我说，修口德不仅是在修你自己的命，也是在修你全家人的命。你一个人管住了嘴，你全家人都会受益。我再给你们讲一个佛家的概念，叫做口业。佛家讲人有3业：身业、口业、意业。身业是你的行为，意业是你的念头，口业是你的言语。这3业里面，口业是最容易造，也是最容易犯的。佛家把口业分成4种：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
绮语，妄语就是说假话，说谎言；两舌就是挑拨离间，搬弄是非；恶口就是说脏话，骂人；绮语就是说没有意义的废话，说花言巧语。你看，我们今天讲的三不说，其实就是在避免这四种口业。不说自己的底牌，就是在避免妄语和绮语；不揭他人的软肋，就是在避免恶口；不传播谣言，就是在避免两舌和妄语。佛家讲因果报应，你造了什么业，将来就会受什么报；造了口业，将来就会受口业的报应。什么叫口业的报应？就是你今天用嘴巴伤害了别人，将来就会有人用嘴巴伤害你。你今天传播了别人的谣言，将来就会有人传播你的谣言。你今天揭了别人的短，将来就会有人揭你的短。这不是诅咒，这是天道。天道是公平的，你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。你想要有好的果报，就要种好的因。你想要别人对你好，你就要先对别人好。你想要别人不说你的是非，你就要先不说别人的是非。我见过太多的例子了，有些女人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说人是非，到处传播八卦，到处揭人短处，当时觉得很痛快，很有优越感。可是到了中年以后，她们自己也成了别人议论的对象，也成了别人攻击的目标。这就是口业的报应。还有些女人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修口德，从来不说人是非，从来不传播谣言，从来揭人短处。当时可能觉得吃亏了，不合群了。可是到了中年以后，他们的人生越来越顺，身边的贵人越来越多，家庭越来越和睦。这就是口德的福报。所以我说，你今天种什么因，将来就会得什么果。你今天修什么，将来就会得什么。这是天道，谁也逃不掉。我们现在来讲一讲具体的操作方法。你可能会说，道理我都懂，可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，怎么办？给你们几个实用的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叫做三思而后言。什么叫三思？就是在说话之前想三个问题。第一，这句话是真的吗？第二，这句话有必要说吗？第三，这句话说出去会有什么后果？如果这三个问题你都想清楚了，而且答案都是正面的，那你再说，如果有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负面的，那就不要说。第二个方法叫做话到嘴边留3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本来想说10分，你只说7分，留3分在心里。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？第一，给自己留余地，万一说错了还有回旋的空间。第二，给别人留想象，让人觉得你有深度，有内涵。第三，给关系留空间，不把话说得太满太绝。第三个方法叫做多听少说。古人讲言多必失，那怎么才能不失呢？很简单，少说。你说的少了，自然失误就少了。那不说话怎么跟人交流呢？听，你多听别人说，你就能了解别人的想法，你就能掌握更多的信息，你就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。而且你多听少说，别人会觉得你很尊重他，你的人缘自然就好了。第四个方法叫做说话留德。什么叫说话留德？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想一想，这句话是在积德还是在损德。如果是在积德，你就说；如果是在损德，你就不说。什么话是积德的话？鼓励人的话，安慰人的话，帮助人的话，感恩的话，赞美的话，这些都是积德的话。什么话是损德的话？打击人的话，嘲笑人的话，
揭短的话、传谣的话、挑拨的话，这些都是损德的话。第5个方法叫做每日反省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你回想一下今天说了哪些话，有没有说错话，有没有伤害到别人，有没有传播不该传播的信息。如果有，你就在心里忏悔一下，告诉自己明天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如果没有，你就在心里表扬一下自己，告诉自己继续保持。这5个方法你要是能坚持做，不出3个月，你的口德就会有明显的改善，不出1年，你的运势就会有明显的提升，不出3年，你的命运就会有明显的改变。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言语的能量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言语是有能量，你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带着你的能量。你说正面的话，你就是在传播正能量；你说负面的话，你就是在传播负能量。日本有一个科学家叫江本胜，他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，叫做水知道答案。他把水分成2杯，对，杯水说好话，比如你很美，我爱你，谢谢你。对，另一杯水说坏话，比如你很丑，我恨你，你真讨厌。然后把这2杯水冷冻起来，在显微镜下观察水的结晶，结果发现听了好话的那杯水结晶非常漂亮，像雪花一样对称美丽。听了坏话的那杯水结晶非常丑陋、扭曲、破碎，不成形状。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言语是有能量，而且这个能量可以影响物质，水都能被言语影响，何况是人呢？你对别人说好话，别人的身心就会受到正面的影响；你对别人说坏话，别人的身心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说出去的话，首先影响的是你自己。你说好话的时候，你自己的身心首先接收到了这个正能量；你说坏话的时候，你自己的身心首先接收到了这个负能量。所以说，你说什么样的话，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说正能量的话，你就会变成一个正能量的人；你说负能量的话，你就会变成一个负能量的人。从中医的角度来讲，言语跟你的5脏6腑也是有关系的。中医讲心开窍于舌，你的舌头、你的言语跟你的心脏是相通的。你说好话的时候，你的心气是舒畅的，你的心脏是健康的；你说坏话的时候，你的心气是郁结的，你的心脏是受损的。所以我说，修口德不仅是在修你的命运，也是在修你的健康。你管住了嘴，你的身体也会变好。我们最后来讲一讲，为什么高情商的女人能够做到这3不说，普通女人做不到。核心的区别在哪里？核心的区别在于2个字：格局。什么叫格局？格局就是你的眼界、你的胸怀、你的境界。格局大的女人，她看问题看得远、看得深、看得透，她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不重要的，什么是该争的，什么是不该争的，什么是该说的，什么是不该说的。格局小的女人，她看问题只看眼前，只看表面，只看自己。她觉得什么都重要，什么都要争，什么都要说。结果呢，争来争去一场空，说来说去一身祸。易经里面有一个卦叫太卦，太卦的卦象是地在上，天在下，叫做地天太。这个卦象很有意思，按说天应该在上，地应该在下，为什么太卦反过来了呢？因为天的气是往上升，地的气是往下降，天在下，地在上，2个气就能交流，就能融合，这样才能太
才能通畅，才能吉祥。这个卦象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？告诉我们要懂得谦卑，懂得低调，懂得收敛。你越是有本事，越要往下沉；你越是有资本，越要藏起来。这样你才能跟天地之气相合，你才能得到天地的护佑。高情商的女人就是懂得这个道理。她们有本事但不显摆，有资本但不炫耀，有想法但不乱说。她们像大地一样厚德载物，像大地一样包容万物，像大地一样默默承载。这样的女人，天地都会护佑她，命运都会眷顾她。反过来，那些格局小的女人，她们有一点本事就要显摆，有一点资本就要炫耀，有一点想法就要乱说。她们像天一样高高在上，像天一样刚强不屈，像天一样锋芒毕露。这样的女人，天地都会远离她，命运都会惩罚她。所以我说，你想要成为一个高情商的女人，首先要提升你的格局。格局提升了，你自然就懂得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了。怎么提升格局呢？我给你们几个建议。第一，多读书。读什么书？读经典，易经、道德经、论语、金刚经，这些经典你要反复读，用心读。这些经典里面藏着古圣先贤的智慧，你读懂了，你的格局自然就提升了。第二，多观察。观察什么？观察那些命好的人，有福气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看看他们是怎么说话的，怎么做事的，怎么待人接物的。你观察多了，你就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了。第三，多反省。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你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言行，有哪些做得好的，有哪些做得不好的。做得好的继续保持，做得不好的及时改正。你坚持反省，你就会不断进步。第四，多修心。格局的提升归根结底是心的提升。你的心量有多大，你的格局就有多大。怎么修心？打坐、念经、行善、感恩，这些都是修心的方法。你的心修好了，你的格局自然就大了。好，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些了。最后我再总结一下，高情商的女人懂得三不说：不说自己的底牌，不揭他人的软肋，不传播谣言。这三不说看起来简单，实际上包含了深刻的智慧。不说自己的底牌，这是自我保护，是易经坤卦含章可贞的智慧，是命理学才不露白道理，是风水学藏风聚气的原则。不揭他人的软肋，这是慈悲心，是易经履卦履虎尾的警示，是因果报应的法则，是口德修养的体现。不传播谣言，这是诚信，是易经中孚卦的教导，是止于智者的境界，是积德行善的实践。你要是能做到这三不说，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。你的人缘会变好，你的贵人会变多，你的运势会变顺，你的命运会变好。记住，命运是可以改，关键看你愿不愿意改，会不会改。修口德就是改命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方法。从今天开始，管住你的嘴，修好你的口德，你的命运就掌握在你自己手里。最后送你们一句话：言语是银，沉默是金。真正有智慧的女人，不是嘴上有多厉害，而是心里有多明白。愿你们都能成为这样的女人，都能拥有美好的人生。